达韦桥，经历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欢愉后，归于了平静。8天后，毛泽东见到了阔别13年的张国焘。有回忆说，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多年不见，刚一见面却出现了分歧。分歧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中央主张部队向北进，张国焘则想向南发展。有分歧本来是正常的。为统一思想，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茂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会师后的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一致同意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意见。在多数人看来，北上地域宽大，人口较多，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建新的根据地。从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就一直在寻找新的根据地。最初的战略目标是湘西，黎平会议改在了川前边，遵义会议定在川西北，扎西会议又选在了云贵边。不断的选择，又因现实状况的不允许而不断的放弃。中共中央领导人急切的心情，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会后，根据中央决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拟以2个方面军协同作战，攻占松潘，打开北上通路。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把4方面军的领导加强到班子里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松潘，川西北的重要城镇，控制着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占领了这里，就可以直达甘南。这时候，胡宗南部仍分散驻扎，尚未集结，松潘防御是空虚的。率先出发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翻越梦底山、长板山、打鼓山，占领了若尔盖草原南部的毛尔盖，剑锋直指松潘。但是张国焘却迟迟按兵不动。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以后呢，当时张国焘也是同意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还是统一的，但是事后他很快就变卦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在两军会师大会召开的当天，张国焘曾不经意地向周恩来问起过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确实，比较于有8万多人的4方面军，中央红军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远远处于劣势。悬殊的兵力激发起了张国焘个人的野心。张国焘呢，在党内资历很老，他54的时候就是北大的学生领袖，影响很大。在建党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北京李大钊和上海陈独秀之间呢，也可以说是传达信息、牵针引线。那么到一大的时候呢，他是主持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从一大一直到6大，除了3大他没有进入中央局以外，他都进入了中央领导层，最高的时候当到中央政治局常委。6大以后，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回国以后呢，这个在中央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派到鄂豫皖，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他这个资历，还有他的这个地位，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成了他要权的一个资本。张国焘鼓动一部分人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要求，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但为了团结，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接受周恩来提议，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呢，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也做了一定的让步，比如讲增补了四方面军的2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把红军总政委让给张国焘，也是在组织问题上做了一些让步，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张国焘继续这个贯彻他的错误的主张。战机在张国焘的拖延中失去了。8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在松潘完成了集结，并构筑了机场，配置了航空队。薛岳的2个军也由雅安进抵平武，川军也跟进占据了茂功，又是一副堡垒封锁的态势形成了。中革军委被迫放弃了原定的计划，重新调整的计划是过草地，走下河、桃河，进入甘南，这是不得已的选择。2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2路军北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但是张国焘却有节外生枝，再次对北上方针提出反对意见，要求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党的决议形成之后，却因为私欲的膨胀，依仗兵权实力，一次次向党伸手要权，甚至拒不执行党的决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川西北的偏僻一隅，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为重申已经决定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索花喇嘛寺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左路军迅速向中央所在的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出席会议的每一个人，包括与张国焘共事多年的徐向前、陈昌浩，都做了坚决执行中央决议的发言。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走在松潘草原的边沿，刚来的人都会被它的美艳所震撼。黄河在这里就像天上飘落下来的绸缎，腹地却深不可测。这个草原里面呢很神秘的，里面呢有一段水草地，就是那个在那水面上啊，常年淤积的那灰尘上面长的那个草，雨芹草浮在上面的，厚厚的，人踩在上面呢忽闪忽闪的。所以那个时候规定了，每个人必须一个跟到一个走，不能超前跑，也不能朝近路走，一走近路掉到泥塘里去。
就是怕陷下去。陷下去了以后啊，你得赶快爬住，这个体积大一点嘛，是不是啊？再人家拖你一下，就可能把拖出去了。你要那么离就不行了。没有吃的啊，草地里面什么都吃了。那个时候杀了一条牛，除了牛屎丢掉以外，其他的都分给工人。牛肉每个班1块，牛皮每人1块，牛骨头每人1块，肠子稀巴也是每人1段。这个牛皮牛吃完了没得吃了，就把自己的草鞋穿的牛皮草鞋，自己的牛皮衣带拿下来烧着吃，就是这样吃。吃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瘦的一把骨头，身体非常虚弱。那有些是，我跟你讲，还好些没有掩埋的，还有的什么呢？中间有一堆火灰、炉灰，啊，周围呢有一圈尸体。就是说，天气很冷，人们都在那儿捡烤火，最后都冻死了。这个看到的，哎呦，看到难受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只好是挥泪惜别战友，大家看到都难受啊！是那么多人，那都是真正的革命者。8月下旬，右路军在经历了8天的跋涉后，终于走出草地，抵达了班右，进而向包座地区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歼灭敌军4800多人，打开了北上的大门。这个山就是罗尔山，和中间的这个峡一口，这出去以后呢，再行走个几公里地，就到了川甘交界的地方。川甘交界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北上的大门啊，大门，北上必经的大门。北上必经的大门。必经的大门，他算准了啊，也知道他要从这经过，因为我们再往北就进入甘肃了。右路军停下脚步，毛泽东停下了脚步，催促左路军北上。但是在阿坝，张国焘却令左路军9月1日才出发，刚走到嘎曲河，却又停了下来。当时张国焘说，左路军遇见这个嘎曲河涨水，不能前进了。当时嘎曲河确实涨水了，但是朱德勘测的这个结果证明啊，还是有地方啊可以这个徒涉过河的，并不是说完全过不去。但是张国焘就以此为借口，说我们这个部队在河边待着，粮食一天天的这个耗尽了，这个时候来讲，只有回去南下才有出路，而且要这个右路军也跟他一块南下。在若尔盖的这所土屋里，毛泽东住了整整8天，这是长征中最煎熬人心的一段日子。中共中央站在北上的大门边，焦急地等待着左路军，可张国焘却发来电报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不仅让左路军往南走，还想令右路军也掉头南下。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红军不是因为敌人包围，而是因为内部分裂，处在了覆灭的边缘。9月9日，不听中央劝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又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被逼无奈中，
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和中央纵队先行北上，而右路军中红色方面军的部队被迫再次掉头，再次穿越草地南下。两支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师3个月后分道扬镳了。甘肃迭部的高集村是中共中央进入甘肃的第一个落脚点。毛泽东在这里住了2天。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史称俄界会议。这是一座土堡。那这个俄界会议就是在这儿开的。主席来的时候，你们家就住在这儿？住着。我爷爷、妈妈那个坐着的。那他们在这住了多长时间？2天了。住了2天。2天。住了在这2天在这干什么呢？从1935年6月中旬开始，中央为争取张国焘的觉悟，想了很多的办法，从集体酝酿到个别谈话，迁就不行，推心置腹的恳谈不行，面对面的批评教育不行，最后竟然发展到用枪指挥党。俄界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把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毛泽东说，即使给敌人打散了，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继续往北进入岷山，地势越来越险。这就是那道腊子口。当年的腊子口100丈悬崖峭壁间只有数尺宽的一条路，路旁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一线青天下，水浪轰鸣，冷气飕飕。民谣形容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防守腊子口的国民党军构筑好了碉堡，在这里等待红军。这是北上红军最急迫的求生之战。夺取腊子口依然是红四团担任前锋，但反复冲了多次都没有成功。团长王开湘决定率2个连攀绝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去，往下打。黑夜中正面攻击正酣时，王开湘他们也迂回成功。敌人根本想不到红军会飞到侧后，手榴弹会从顶上砸下来。北上的通路终于被打开了。过了岷山，已无高山隘路。9月甘南的辽阔田野散发着熟透了的气息。毛泽东的心情好了许多。他给担任后备的彭德怀发电报说：“我们已没收敌粮10万斤，盐巴2000斤。”他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此地物质丰富，3个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请你们立即继续北上，还寄希望张国焘能够觉悟。”秦岭腹地的商贸重镇哈达铺，更是让到达这里的红军眼睛一亮。毛泽东在镇上的义和昌药铺里一住下，便让手下的人去找些精神食粮。镇上邮局的掌柜还真的给他们翻出了一些旧报纸，都是1935年8月的大公报。
正是这些报纸，让毛泽东读到了对红军命运至关重要的消息。在陕甘地区，还有刘志丹等人开辟出的一块面积不小的根据地，红25军已经到达那里了。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干部会上，毛泽东找到落脚点的兴奋感染了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个台阶上，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说：“我们去陕北，去和徐海东、刘志丹的红军去会合，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从此全国革命。”在几路红军长征队伍中，最后出发的是红25军，最先到达陕北的也是红25军。1934年11月，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后，先是往西，后来又往北，一度找不到方向的感觉被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自离开老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1935年7月中旬，红25军袭占了长安城南一个叫尹稼回的小镇。从区公所长与上司的电话中，他们得知大批敌军正在往西调。无意中，吴焕先还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中央红军已通过松潘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吴焕先与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判断，主力红军北上陕甘的可能性极大。于是，在完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红25军的行军方向调向了西北，调向了与主力红军会合的目标。军首长提出，我们这3000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主力红军顺利北进。从此之后，红25军走一路宣传一路，故意暴露自己的实力，有意吸引更多的敌人向他们围来。1935年8月25日，红25军在暴雨中徒涉一条大河时，遭遇敌人袭击，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中弹牺牲。陕北就在眼前，战场上却没有了吴焕先那军号般的呐喊。时任红25军军长的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口好棺材。”1935年10月中旬，当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时候，红25军已经在1个月前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了。河边城的红15军团共7000多人，先后在崂山、榆林桥打了2个胜仗。但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却差点被自己人错误地推行肃反扩大化而搞垮，甚至连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革命队伍里人心惶惶。恰巧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又开始对陕甘根据地第3次围剿。这2个问题不解决，党中央就无法站住脚。毛主席是10月19号到的35年的10月19号到的吴起，到了吴起以后就问说，刘子丹现在在哪儿呢？后来一看，这个怎么一问起，我父亲都转脸失色的。完了以后就在仔细一谈，哦，原来是给抓起来了，就立刻派那个王守道，贾托夫，就先到瓦窑坡说刀下留人，一切问题留着等着中央来解决。
毛泽东说，如果杀错了人，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在指挥直罗镇战役中，他仍然记挂着这件事。战役胜利结束后，他从前线一回来，就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一起听取关于肃反扩大化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该立刻释放。直罗镇一仗的胜利，成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里。刘志丹等人被释放，一扫左倾错误造成的压抑，大快人心。周总理到监狱里头去，给他大开的手铐脚镣，然后说你受苦了，他总理认得他嘛，这他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是政治部主任嘛。陕北的冬天冷啊，风刮起来比南方的风不知要锋利多少倍。1935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度过了第一个冬天。我父亲一见呢，毛主席还穿着单鞋，赶快给我母亲说：“看进这么冷的天，南方人不习惯，还穿着单鞋，这不脚都冻坏了。赶快让我母亲连夜给主席做的棉鞋。”所以毛主席说，陕北的地方好，人民好，是吧？就是这个地方的群众觉悟高。后来获悉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而一意孤行的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却于1935年10月在四川理番县啄木雕另立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了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不得人心。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那么有一次在那个啄木雕会议上，朱德同志呢面对很多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当然也有一方面军的，那么讲北上是中央的决议我不能反对中央的决议坚决主张还是要北上。那么而且让他反毛，那么他说呢，大家都知道朱毛，我朱绝对不能反毛。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就在中央在陕北不断打开局面的同时，张国焘的南下却遭到失败。当时的口号就是打下成都4大名，又进入川西平原。但张国焘没想到的是，就说川军太厉害了，也就是说军阀就这样，你到了与他无关的地盘，他不管你，但你进入他的势力范围，他绝对要管的。在距成都不到100公里的百丈关，刘湘的川军和薛岳的中央军汇集了20多万兵力，与四方面军展开了一场血战。他们拼着使命的跟我们打呀！开始是用飞机轰炸我们，不停地轰炸。我们部队正好在一个开阔地方，运动嘛，部队运动开阔地方，死了不少敌人轰炸。再加上他的这个炮兵，他的炮比我们多，我们没什么炮我们就是迫击炮，顶多是几门山炮。所以呢，我们伤亡很大。后来呢，我们守住那个地方了，他来进攻，我们有攻势，他是在外面攻我们，几个旅的攻
哎呦，那打死人打死的多，稻田里面、地根上、山洼里、山坡上都是死尸，都是死尸啊！那个这么大的事，很恶劣。百丈关一战，红四方面军虽毙伤敌1.5万人，但自身伤亡很大，部队锐减到4万人，无奈中退守到甘孜、卢霍一带。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侵华步伐进一步加快。1935年7月，何应钦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和美协定，放弃了华北主权。紧接着，日本人又变本加厉地发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青岛脱离中国政府管辖。这个时候啊，中共驻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这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不过这个时候长征中间的红军还不知道，但是那个八一宣言在国内可是广为流行的，这个各党派、各人民团体，除了国民党那些顽固势力之外，大多数的都要求赶快抗日。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唯一正确的这个发展方向，就赶快进入抗日前线，迎接抗日高潮。那么当时红军进入抗日前线，只能是进入陕甘宁地区，下一步向山西发展，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嘛，这样迎接抗战高潮。如果真按张国焘那个办法办，退到这个川康少数民族地区，那不是远离抗日前线吗？在后来这个抗日民主解放运动中间呢，那你就会被边缘化了吗？蒋介石政府接二连三与日本签订出卖主权的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遍及西北的中国共产党站到了抗日救亡的前沿。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辗转回到了瓦窑堡。张浩，就林彪的堂兄林玉英。这个林玉英呢是中国职工运动最早的主要领导人嘛，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呢。他后来去了莫斯科了。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了电台联系。到泸定后，中央曾派陈云出川，让他设法去打通与莫斯科的联系。结果陈云到莫斯科的时候，张浩已在归国的途中。说林玉英是化妆成一个商贩经过外蒙古和内蒙古这么进入这个陕北的。他回来之后就带回来这个密码，这样这个中央跟共产国际才重新沟通了联系。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7大有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抗日救亡中党应该执行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10年内战到抗日战争伟大转变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6年初，在中央红军发起东征战役期间，一个叫董建吾的人以牧师的身份受宋庆龄等人之托，辗转来到了瓦窑堡。因为这个华北事件的爆发和国内的抗日浪潮的高涨，蒋介石也感到使命出国了，蒋介石也开始动心，要和中国共产党缓和关系。那么他的直接的途径就是让
当时国民政府驻莫斯科的大使馆里面的武官郑文仪找王明谈，还有一条线就是你讲的宋子文，啊，这个去找宋庆龄，啊，能不能帮忙和陕北的共产党联系上？宋庆龄就派董建武去了，啊，董建武就直接到陕北见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也谈到这些问题。这个重大的消息立即被转发给了正在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反应。张闻天、毛泽东他们呢，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中央呢就提出了表示欢迎蒋介石的态度的转变，愿意同蒋介石谈判。与此同时，在陕北，红军与来围剿他们的东北军之间，通过各种渠道正进行着各种接触。红军的演出队甚至还去过东北军军营，台上的东北民歌使台下的东北军官兵们因怀乡而情绪激昂。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了秘密会晤，从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团结抗日成为历史的主流。从1935年12月22日起，张浩便不断地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劝他讲团结，劝他深思熟虑。就是代表共产国际通知张国焘，认为这个中央北上的路线是对的，这在这个中央这个战胜张国焘这个路线的时候，应该说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时候，另一支红军主力红26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正跋涉在长征途中。他们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的甘孜。紧接着，根据中央的决定，组成红二方面军，从而增强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力量。所以见面以后呢，当时四方面军的力量是很强大的。26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总共可能才有14500人，是这么一个局面。张国焘部队有多少啊？所以他呢很想从组织上去控制这个二方面军。所以他就提出，他说6军团归我指挥，然后又说这个26军团调换干部，另派政委，任弼时就都给他拒绝了，就是当面就拒绝，就不同意。拒绝了之后呢，张国焘不甘心啊，他还想从组织上去压一下，就说要开党的会议。后来任弼时说，不行。说如果发生了问题有分歧怎么办？谁做结论？2个方面军是平的呀，你谁做呢？所以这么一说，张国焘也有点没办法，也哑了。在大是大非面前，衡量共产党员的就是党性。贺龙同志呢，他了解了真相以后，也是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会师以后呢，张国焘为了宣传这些错误主张，向26军团的这个赠送了一些学习材料，叫干部必读，宣传他的。然后贺龙就命令26军团扣下这些东西，不准下发。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找张国焘去谈，跟他半开玩笑，说是你要小心老子从背后打你的黑枪。他当然是开玩笑说的，但是对张国焘来讲呢，也是一种震慑了。1936年7月，经历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考验的红四方面军，
和红二方面军一起踏上了北上的道路。纵观长征路，绝非我们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线看成一条红色飘带那样浪漫和诗意。即使我们今天能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了品尝到跋涉的艰苦外，你能品尝到那种九死一生的危险吗？1936年10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整整2年之后，工农红军的3大主力终于迎来了会师的日子。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的长征，熔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最顽强不息、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回忆长征，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前来迎接的陈赓交谈时，禁不住热泪盈眶。